大家好，我係阿夫拉。上一部影片呢，我就講咗關於大庭雲嘅初始技能嘅內鬼洩漏，以及對呢個大庭雲嘅初始技能去做一啲嘅分析。而今日嘅混沌亦都更新咗，而我相信今日有玩過嘅玩家都會發現到有兩樣嘢，除咗敵方嘅血比較厚之外，以及所有敵方目標喺韌性條被擊破之後，亦都會自動添加去韌性呢一個新嘅效果。而今日呢部影片將會講到去韌性效果對擊破隊究竟有啲咩嘅影響。首先我哋一齊了解下咩叫做虛韌性。虛韌性係喺敵方被弱點擊破後會被自動添加嘅一種假韌性條，被添加嘅虛韌性將會以紫色呈現。當虛韌性被清零後，亦都會計算一次擊破傷害。我再簡單啲講就係，本來嘅遊戲規則係不變嘅，被弱點擊破嘅敵方目標亦都會進入各種屬性嘅弱點擊破狀態，然後喺呢種狀態下俾翻一條紫色嘅假韌性條俾敵方嘅目標。由於敵方本來就已經係弱點擊破狀態，所以擊破隊對呢一類目標輸出亦都可以造成超擊破傷害，亦都可以同時削減敵方嘅虛韌性。咁我哋咧就用機子咧去研究一下呢個虛韌性嘅邏輯。咁喺遊戲畫面咧，你會見到嘅機子咧已經有1點嘅充能，佢只需要多2點充能咧就可以發動追加攻擊。首先第一樣嘢，你會發現經過零沙嘅 AOE 攻擊，喺最右面嘅敵方單位已經進入弱點擊破狀態，而同時亦都帶有紫色嘅虛韌性，所以喺呢個情況下，機子已經獲得1點嘅充能，亦都同時證明咗獲得虛韌性嘅敵方部隊都係已經進入咗弱點擊破狀態。你會睇到經過零沙嘅 AOE 攻擊之後，最右面嘅敵方虛韌性都已經被擊破，所以亦都被機子累計1點嘅充能，從而發動追加攻擊。亦即係話喺遊戲機制嘅邏輯上，虛韌性被擊破呢一種行為，亦都可以被視為弱點擊破。可能睇到呢度呢，有啲玩家咧就會諗：你俾條虛韌性我產生多一次嘅擊破傷害有咩用啫？咪就係多一次擊破傷害啫嘛。其實如果你淨係諗到呢一點，只能夠講你係啱一半。咁我哋揾3個擊破嘅人物咧去做一個分析，去分析一下虛韌性對呢一類嘅擊破人物影響有幾大。首先我哋講一講波提歐。波提歐嘅邏輯就係需要發動戰技，令敵方單體及自身咧去進入絕命對視嘅狀態。而喺呢個狀態下咧，目標被消滅或者弱點被擊破後咧，波提歐咧就可以獲得1層嘅優勢口袋，然後解除絕命對視嘅狀態，然後靠最多3層嘅優勢口袋去對已經處於弱點擊破狀態嘅目標去打一個擊破傷害。而目前我所睇到虛韌性對波提歐嘅影響就係佢可以對一啲含有虛韌性嘅已被弱點擊破狀態嘅目標去透過戰技再獲得1層嘅優勢口袋。咁我覺得對波提歐嚟講咧算係一個小提升，就係令到波提歐獲得優勢口袋嘅機會多咗。然後我哋再講一下流形。流形嘅戰鬥邏輯主要係靠終結技進入完全燃燒狀態，去獲得速度提升，以及強化普攻同埋強化戰技嘅弱點擊破效率提升50%，以及提高擊破傷害。除此之外，流形嘅強化戰技亦都可以令敵方目標去新增一個火屬性嘅弱點。咁講到呢度啦，究竟虛韌性對流形有冇一定嘅提升呢？個答案就係只係俾流形咧打多一次擊破傷害啫。冇啦，咁你可能會問，嗰個虛韌性唔係對流形嘅兩星雲會有影響咩？擊破多一次應該有多一個額外回合噶喎。咁流形嘅兩星雲呢，有部分就講到啦，嗰個裝甲薩姆立即獲得一個額外回合嘅條件。咁其中一個條件就係咧，使目標陷入弱點擊破狀態嗰陣，然而獲得虛韌性嘅敵方目標早就已經進入弱點擊破狀態噶啦，所以虛韌性對流形嘅兩星雲咧係冇任何嘅影響。最後我哋再講一下亂破。亂破主要係靠發動終結技去打3次嘅3段強化普攻，而佢第3段傷害嘅輸出就係基於佢天賦所獲得嘅充能。除咗佢嘅6星雲之外，佢嘅充能上限就只有10點，而每1點嘅充能都會有50% 嘅傷害倍率放大。而亂破獲得充能嘅途徑就係靠擊破敵方嘅韌性以及擊破韌性嘅對象。擊破1個敵方目標就獲得1點充能，擊破5個敵方目標就獲得5點充能。如果擊破嗰個目標係精英或以上嘅敵方單位，就要獲得額外多1點嘅充能。所以大家試諗下，如果敵方單位帶有虛韌性，
而亂破或者其他隊友都將呢個帶有虛刃性嘅敵方目標進行二次擊破嘅話，咁亂破所獲得嘅充能就係雙倍噶啦。即係話場上有5個敵方目標，其中一個係精英級，按照亂破嘅天賦以及額外效果，亂破就可以獲得6點嘅充能。而當呢個虛刃性都被擊破之後，亂破亦都可以獲得額外6點嘅充能，呢度就即係總共12點嘅充能。但由於亂破喺未滿星雲之前，10點充能就係佢嘅上限，亦即係話亂破可以攞換500% 嘅傷害倍率啊！或者你可能覺得我講得太誇張係咪？咁我就計3個敵方目標，其中一個係精英級。如果呢3個嘅敵方目標嘅刃性以及虛刃性都被擊破嘅話，亂破就可以獲得8點嘅充能啦，亦即係代表亂破嘅第3段強化普攻可以喺一個回合裏面帶有400% 嘅傷害倍率，又或者2個回合裏面獲得各自200% 嘅傷害倍率。而200% 嘅傷害倍率即係代表有幾多傷害呢？咁其中一啲偷跑嘅玩家呢，佢強化普攻第3段傷害嘅輸出呢，喺0+1嘅情況下，個輸出就已經可以去到50萬或以上。咁所以講到底，虛刃性對邊一個人物最有利呢？好明顯嘅就係對亂破最有利。所以我都好有理由相信呢，今次帶有虛刃性嘅混沌只係一個預熱嚟嘅啫。而上一部嘅影片嘅內鬼分析都已經講咗，大庭雲嘅天賦咧係會幫敵方去上一個虛刃性，而大庭雲上嘅虛刃性可能只有韌性條嘅一半嘅啫。所以我上一部影片咧就有講過噶啦，要研究亂破同大庭雲之間嘅關聯性以及邏輯。基於亂破呢一種機制嘅新發現呢，我就決定已經會抽2+1嘅亂破噶啦，然後直接等 2.7 版本嘅星期日以及大庭雲。所以按照目前嘅情況發展落去嘅話，未來嘅亂破就好有可能就係同大庭雲做一個 combo， 靠住大庭雲所提供嘅虛刃性去令到亂破嘅充能有雙倍嘅增長。不過我都係要講一句，盡管亂破已經去到第5個版本，所有角色人物嘅技能就請以角色嘅推出日為準。所以各位，如果你要考慮抽 2.7 嘅大庭雲，就要考慮埋大庭雲同亂破之間嘅關聯性。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鍾意條片嘅朋友就記得撳個 like、留言、訂閱同埋打個鐘仔。我哋下次再見。